选择美国就是选择了战争，马克思的选择让自己人为之着急呀。俄乌冲突带来的真的是教训，那不是什么机遇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许说。菲律宾媒体指出，乌克兰虽然离菲律宾很远，但是俄乌冲突却已经影响到了菲律宾。俄乌冲突的本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，而菲律宾呢，现在也面临着乌克兰一样的选择。美国正在持续扩大在印太的威慑力，通过军事和经济威慑对中国的发展是施加压力。而身处前沿又处在南海这一敏感地区的菲律宾，本应该吸取俄乌冲突的教训，避免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牺牲品，避免成为下一个乌克兰。可是呢，这马克思却与杜特尔特不同啊！这不仅没有在大国对抗当中保持菲律宾的独立性，还表现出了倾向美国的迹象。无论是对菲律宾还是对其他国家来说，选择美国意味着什么呢？相信所有人都很清楚，选择美国那就意味着选择了战争嘛。俄乌冲突是乌克兰选择美国和西方的结果，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冲突那背后都有着美国和西方的影子。菲律宾给美国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，将自己变成了美国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展开对抗的前哨，那这就是选择了战争，而不是和平。毫无疑问，马克思的选择那意味着菲律宾是选错了路，自己人都在为之着急。那尽管选择美国可以获得来自美国更多的关注，就好比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此前呢还是个小透明的乌克兰，一下子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，享受着来自美国和西方源源不断的援助。那可是，菲律宾难道真想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吗？菲律宾应该很清楚，俄乌冲突带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机遇，而是一个教训。俄乌冲突的爆发，乌克兰确实是迎来了高光时刻，但是这又怎么样呢？乌克兰的高光时刻，那都是用血和泪换来的，最终乌克兰的下场也将会是充满血和泪的。在享受着源源不断的援助时，泽连斯基比谁都清楚，这些所谓的无偿援助，那还真不是无偿的。为了这些援助，乌克兰可能要战至最后一人，而且就算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人了，那等待乌克兰的也不是重建，而是按照西方早就标好的价码，一点一点割肉偿还西方的恩情。乌克兰在为西方而战，那最终呢也会倒在西方手上，而不是俄罗斯。难道这菲律宾真要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，甘当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牺牲品吗？菲律宾媒体有一句话呢，倒是没有说错：中国是菲律宾的朋友，美国也是菲律宾的朋友，但是美国的敌人却并不一定要是菲律宾的敌人，尤其是中国。对新兴经济体的菲律宾来说，与中国展开合作，那更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。菲律宾就更加不该为了美国的利益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局势，成为美国的一枚棋子儿。菲律宾不该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，成为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发射台。乌克兰就是最好的教训。澳大利亚疯狂挑衅中国，那现在连中国的车呢都坐不上了，那更在提醒着菲律宾不要轻易的选边站，不要轻易的惹怒一个与美国同级别的大国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